大家好，又到了 Brand 立体建模中文教程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做咖啡哈，怎么一个咖啡的这个电商的这种广告啊，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水可能这个咖啡啊，在这里还会晃动的啊，可能大家在这个动态里看的不一定能看得清楚。OK， 然后呢，我是用 Brenda 这个 3.0 做出来的，但是呢，我现在呢用 Brenda 2.93 做一次，给大家来再看一下啊。我们先做一个咖啡豆，鼠标左键点击立方体 X 键把它删掉啊。然后呢，我们 add mesh circle，OK， 然后在左下角这里设置顶点组变成8，OK， 然后呢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 好，进入这个点模式，对吧？然后呢，我们数字1键看，用 Extrude 工具把它往下拉，直往下拉 ，OK。好，然后呢，大概是拉多少呢？是负0.35598，OK。好，然后呢，用伸缩工具把它缩小一点啊，鼠标左键摁住不放，直接 Scale X 这里往下拉，这样把3个数据都改了。OK， 然后呢，还是全选这所有的点，我们用移数工具再次把它往下。OK， 往下多少呢？是0.14413米啊。如果不行的话，你看，好，因为每个电脑的这个配置啊，这些都不同，那我们就自己来。好，大概是拉这么多，对吧？让它长一点都没问题。OK， 然后呢，把这个 X 轴有的数据把它变成0。然后呢，我们用伸缩工具再度把它缩小，大概是缩小多少呢？0.606，这么多就可以了。好，跟着呢，我们把伸缩工具关掉 ，Ctrl 和加 F 键，然后在这选，这里有个 Groove Fill，OK， 这就好了。好，跟着到上面这里呢，好，我们把上面这一圈的点给圈选，OK， 圈选了以后呢 ，F 键直接把它给 fill 上了啊，填上了 ，OK。好，跟着呢，我们把先把打竖的2个点，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选上 ，OK， 然后 J 键连上，然后再把重新选啊，其他点就取消了。好 ，OK， 把左右2个点选上 ，J 键又全上了，对吧？跟着我们选上了以后，我们只选这个打竖的线 ，OK， 打竖这条线模式啊，进入线模式，把打竖的2条线给选上 ，OK， 好吧？选上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背握工具打开 ，OK， 然后把它我们可以把这 X 光工具搞上，然后重新选 ，OK，X 光工具打开啊，然后把这个底下的这个线也选上，这也选 ，OK， 都选上了以后，我们用背握工具把它拉出一个边界，OK， 好，然后呢就取消 X 光工具了，好，跟着也把背握工具也取消了啊，跟着呢，我们把换到点模式 ，OK， 换到点模式了啊，然后
还是打开 X 光工具，把除了这个中间这个框啊，这个矩形框的这里不选以外，其他的这部分框给圈选的，这部分框的点都给圈选，按住鼠标左键啊，不，左手按住序键，右手按住鼠标左键。OK， 我们把这些啊，这没选的也要选上。OK， 选上了以后，用伸缩工具把它适当的缩小。OK， 好，这样缩窄一点。然后缩多窄呢？好，我们大概是这里都是0.781，是 Y 轴吗？哦，不是 Y 轴，因为呢，那个可能是 X 轴，因为呢，我刚做的每个坐标都不一定一样。哎，X 轴没错，是吧？然后还有啊，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把这个 X 光工具关掉。OK。好，在这里呢，我们给它 look 一刀 ，OK， 来个线模式，中间 look 一刀，中间 look 一刀啊，然后用移动工具把它往下放一点，好，这就可以了。然后呢，下面这里有个点，在点模式下面这里呢，再把它往下压。OK， 好吧，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再用线模式 ，OK， 点选的所有，把 X 光工具打开啊，再次选完它所有。哎，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啊。好，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好。跟着呢，我们干脆出到外面Object Mode了，把 X 光工具关掉，是吧？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加一个细分修改器 ，OK， 加一个细分修改器。然后呢，鼠标要不要给它C Smooth 是吧？C Smooth， 哎，它就圆滑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对吧？然后呢，我们给它把它的这个还是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 把它的这个边缘的线，这个上边边缘的线啊，都给选一下。看看上面边缘是哪条线，不要选错了。我要把它放大，在这儿看。是这条线吗？哦，对，是这条线。好，这个选，然后到这里呢，上面是这条线，这个边线 ，OK， 这边呢，啊，也是上面的，行。然后呢，跟着我们鼠标右键 Mark Sim， 好，这就标志好了。标志好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进入 Shading 这里，在这里呢，我们要连上一个纹理，给它连上一个纹理啊，给它一个新的材质。这个纹理呢，我是在这里选的一个 Coffee Bean Texture HD， 要的是一个有前有后的啊，就是有上面也有下面的一个咖啡的这个纹理 ，OK， 好，有上有下的，这里只有上面，我们还要有这个下面的一张图啊，像这个也可以，对吧？这个也可以，大家可以点击以后啊，鼠标右键 Save Image As。好，然后把它搞到纹理的文件夹里。我们把这个名字给改，就是
给改短，不要改那么长。OK， 好，搞到文理文件夹以后，我们存盘。他问我要不要 replace， 我把它改成2吧。好，然后存盘，跟着呢，我们就进入这个文理的文件夹，找出这个 Coffee Bean 的文理啊 ，Duchess。好，这个 OK 连上，连上以后呢，你再看它还是没有任何东西，对吧？好，我们可以进入 UV Editing， 在 UV Editing 的时候呢，我可以转回点模式，然后把这个边界拉到这儿，然后把这个 X 光工具都给我打开，然后把它全选，全选了以后再把它移过来，然后呢，我们 U 键按 Wrap，OK， 这样的话它的咖啡豆这个就出来了啊，这个纹理。然后呢，这个呢是头，这个是尾，是吧？我们先圈选，按住左手虚键，把这些点能选的都给选上。好 ，OK， 然后呢，看能不能把它移走。好，移走能移走是很正常啊。然后再用伸缩工具把它缩小。怎么判断它哪个是表面，哪个是底呢？好，表面的呢，就这个圈都有，这个表面的啊底，这个是底的，所以呢有一个圈啊，表面的呢有这个矩形 ，OK， 就这么来区分。好，因为这个呢是底的 ，OK，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先移走，移开，然后我们再圈选这个表面的 ，OK， 表面的这个用伸缩工具把它缩小。缩的差不多小，然后呢，用旋转移动工具把它移到这个正面的这个位置，再拉上去，再旋转一下 ，OK， 然后好旋转一下，然后呢，再把它移到右边，好，然后呢，在外面的点，在外面这些点都给它挪进去。不要让它有白点的存在。OK， 好，这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再圈选这一堆，把它移到这个底这里 ，OK， 把它移到底这里，然后先用伸缩工具把它缩小，然后把它移到底的这个样子。好，同样是把那些出了边界的这个点挪进去。好，想挪哪个点就要用鼠标左键点住哪个点啊。然后呢，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太进去了，把这个搞出来 ，OK。然后我们回到 Layout 页面看，好，这个咖啡豆就做出来了，对吧？小小的，对不对 ？OK。然后呢，我们把它用移动工具先移到顶上去，移到右边，好，然后稍微把它缩小。好，跟着呢，我们就要导入另外一个东西了，把这伸缩工具关掉，导入另外一个东西了，就是在这 free3d.com 这里呢，好，我们呢把这个要选 ，OK， 我点击它进入以后，这个网站是不用任何的，就是你给它邮箱地址就行了，然后这里面就有很多动态的，也有一些图啊这些给你啊，然后我选的是这个，你就在咖啡就是选咖啡。啊，然后它就能啊，在这中文选写咖啡啊，就能进去了。然后点击下载以后，就会在这个文件夹，在这个下载文件夹里，啊，就会有一个压缩的文档，连在 IP 的，你可以鼠标右键可以把它解压，然后呢，啊，就有个点 brand
的文件。这样的话呢，我们进入 Blender 啊，我们进入 Blender 啊，然后呢 Append， 然后在下载这里，下载文件夹这里啊，在下载文件夹这里，我已经把它存在了啊，我已经就把这个文件啊，这个整个文件夹已经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我现在就在那个地方再把它给找出来 ，OK。啊，我现在在那个地方，我是放在一个实物的文件夹里，然后呢，就在早晨咖啡给它起个名字，啊，点击进去以后，再进 Object， 然后呢，在这呢，我们打速看啊，在这呢，鼠标左键摁住，这不是鼠标右手是鼠标左键摁住，左手游戏我们要选择性的点选 ，OK， 不要所有都选，好，鼠标左手虚键按完，选了这5个以后，跟着要换到 Ctrl 键，因为有一些我们是不能选的 ，OK， 不能有多啊，按住 Ctrl 键把这些都选了，然后呢，这下面这些也都要选上啊，中间有一些看到我没点蓝色的，就是没选的 ，OK， 然后 Append， 好，大家能看见，然后能看见一会儿呢，它就能变成了啊有颜色。啊，这些杯子什么乱七八糟都有了 ，OK， 是吧？然后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Print， 伸缩工具放大，好 ，OK， 伸缩工具放大，然后呢，这个 Print 呢稍微往下移一点 ，OK， 好，给它一个物理模式 ，Rigidity， 然后呢，这个它是一个叫 Passive 的 ，OK。它是一个叫 passive 的，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再给它设这个物理模式啊。这个咖啡豆呢，我们还没搞好啊。咖啡豆现在给的，你看那个咖啡豆啊，这个咖啡豆呢，我们放大来看啊，在这里，好，现在看起来呢还可以，但是呢，如果想它更逼真一点的话，我们呢还要加一个 bump 的节点，把这中文关掉。重新在这搜索 bump 的节点 normal 粘上 OK， 然后呢这里的 color 粘上它的 height， 然后在这儿改到 0.2， 这也改到 0.2 OK， 然后把它的这个 roughness 一拉到底变成1，你看这咖啡豆就更像了，对吧？好，跟着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它的这个 plane，然后给它也一个颜色 ，OK， 给它一个往黑里拉啊，尽量往黑里拉的一个颜色，是吧？然后呢，roughness 呢，稍微有点反光，但又不是很反光的那种 ，OK， 好，这就可以了，好吧？跟着呢，到给它一个物理设置，刚才说了它是 passive，OK。好，这就可以了。然后呢，到这个我们在这里呢，再添加一个 cube，OK， 添加一个 cube， 移到这儿，啊，刚好在一个咖啡豆下面啊。然后呢，我们用伸缩工具把它稍微再放大一点，然后沿着Z轴把它压扁 ，OK。好，跟着呢，它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它做一个时间针。看看它是不是在刚好在这儿，对吧？好，大概是在20帧的时候，我们鼠标右键 Insert Keyframe Location，OK，然后呢，在30帧的时候，如果不行，我们再换啊，就接到这里 ，OK，然后鼠标右键 Insert Keyframe Location，OK，好，然后呢，我们就给它进入 Rigidity， 我们来给它设。它的 Rigidity 也是 passive，OK，然后呢，因为它是动态的，我们选 Animate，OK，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态，好，它就上了，对吧？然后呢，到这个豆，这个豆呢，我们也给它一个 Rigidity，但它是 Active，OK，好吧？
然后呢，这里都不改。好，我们先播放一次看看。啊，它就反弹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OK， 然后这里都做了出来以后，我们先存盘。啊，存到一个文件夹先。存到 untitled for 吧，4啊。然后好，跟着呢，我们就可以需加低多一个它 ，OK。然后啊，把它移到右边，需加低多一个它，把它移到右边，需加低多一个它，把它移到右边。好，或者是说把它先缩小，这些都缩小一点，OK， 这些都缩小。然后呢，把它们放挤一点。好，再需加低多一个它，用移动工具把它都挪到这儿啊，需加低多一个它。大家看见每一个需加低，因为我刚才不是都设置了嘛，是吧？好，好，我们现在呢，再次来播放看看。好，它就船飞出来了，对吧？就飞到那都有了，对吧？好，我们回去，我们把它给稍微移，船损，稍微把它给移进去距离一点，然后呢，把这船拉下来。OK， 需加低多一层，需加低多一层。OK， 需加低多一层，搞多一点这个咖啡豆，多一点啊，再多一点。OK， 这就很多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Q， 这个 Q 是不是再放大一点，拉长一点，放大一点。20的时候，30的时候上去了。OK， 好，我们再次播放看看。好，它就翻了，对吧？这就是对了。OK， 我就是让它这样，嘣这样子接上啊。然后呢，我想把它这个，好，把这一堆 OK， 再往右边一点，尽量在这个东西拖上啊。我们再播放。好，我再看看能不能这个，看来这个东西吧，它掉下来，它要往上一点移啊。然后呢，我们点击它，把它20和30帧这个再往前一点，15。好，我们再播放试试。好，可能这个再往上一点，看看行不行？播放。它动作还是不够快，往下一点，然后把这2个再往前一点，因为这个掉的有点太早了，往下，我把它移上去。OK， 我们再试试。好，我再试试，再把这2个再往前。好，我们再试试。我就想让它就上的更厉害一点。可以再往前，可以再往前，然后把这个往下移一格。哦，不是。然后呢，把它在这20帧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位置怼上一点，就是让它快一点产生那个动力。鼠标右键Insert Keyframe Location。哎，不是，这是1帧，把这个帧
OK， 15是在这里，然后呢，这里在这儿，然后我把这个针 ，OK， 这个针，鼠标右键 Delete Keyframes， 然后让它在20的时候上的高一点。好，鼠标右键 Insert Keyframe Location。好，它还是不够力度是吧？我们一定要让它的力度够。怎么让它力度够呢？把这个再往右边移一点。好，我们再试。好，这有点快了，一定要让它这个力度够，所以我把它这个再往右边，让它快一点这个动作。好，这就翻过来了是吧？OK， 我们再让它再快一点，但是现在都已经15到20了，知道吧？再来，再小一点，然后把这两个再往右边移，上面移一点，看看行不行？好，这就可以了。你看都跳上去了，这就有点太快了。就是让它动作快，才能把它给反弹。再来，哎，这就可以了。好，哎，终于搞好了。好，跟着呢，因为这个 plane 下面这个 plane 呢有点高，所以呢，我把它稍微往下移一点点啊，稍微往下移一点点。跟着呢，这里搞完了以后，我们就摄像头了。点击摄像头 ，N 键出侧边来 ，View 勾选 Camera to View， 这里也选 Camera， 这里也选 Camera 啊。我们可以先让它拍这个动态，先把这个整个 view 都看好啊。我们先把这个位置给设好，按住 Shift 键 ，OK。然后呢，我们在这个30帧的时候，它不是在上面嘛？我们鼠标左键，鼠标滚轮缩小，然后给它移到正中间，往上一点位置，给它看到这一个动态啊。OK， 这一个动态。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播放看看。好，这样子可以是吧？然后呢，所以呢，这个位置是对了，我们可以再稍微把它放大一点。但是如果放大的话呢，上面那些东西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也是问题所在啊。那就小一点呗，是吧？OK。我想想啊，好，这样也行，我们播放。好，它就跳了嘛，是吧？好，我们先给它一个这个，先把它的这个稳定下来。然后呢，摄像头也是，现在点选摄像头，给它的这个整个位置，鼠标右键 Insert Keyframe， 这些都要 OK， 都要搞掉。然后呢，我们再一步步，现在是做摄像头的动态啊。我们点击这里，然后要看看它大概30帧的时候它在哪儿，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移上去，好，移上去啊，把这个摄像头 OK 30帧的时候，它不是在这儿嘛，我们就选这个摄像头，然后把它聚焦到这个爆炸的这里 OK， 好，按住鼠标左键Shift Y 就是上下移 ，OK， Shift X 就是左右移，聚焦的这个位置放大一点，放大来看啊。然后我们看看播放，把它的这个先定住这个位置，然后也是鼠标右键 Insert Keyframe， 鼠标右键 Insert Keyframe， 这是摄像头的位置啊，我们看看。好，就这样子，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 plane 呢，我们也要用它啊。下面的这个它不是我们用黑色来看嘛，然后呢，它是反光的嘛，对吧？然后这个下面这个 plane 呢，也用它的这个材质，下面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 ground 的材质，给它一个名字吧，
要不找不到了。给它一个 ground 的这个颜色啊，什么东西反光的啊？这个颜色呢可能会稍微再浅一点，可以。我让它反光，然后这个呢就选这个 ground 的材质 ，OK， 选个 ground 的材质，然后呢复制一个，我让它浅色一点，否则就看不见了，就比 ground 的那个材质再浅一点点，好吧，好，跟着呢，现在搞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世界背景，世界背景呢，我给它的颜色用咖啡豆的颜色。然后再把它调深 ，OK， 看到了吧？好，跟着呢，你可以看得见，哎，它就上去了，对吧？好，跟着呢，我还要等它弹完了，我再把这个摄像头再放下来，好，我们再点到这个摄像头啊，然后把它放下来，下一步了啊，现在是45帧嘛，50帧。50帧的时候，我让它就是蹦完了啊，我看看到哪里，40、50、60 ，OK， 55帧左右的时候，给它往下来看，所以呢，我就把它移下来了。移下来呢，就是说这个摄像头要放小，然后呢，把它往下移，把它往左移 ，OK， 再把它放大。我用这里来看嘛，要不看不很清楚。好，放大，放大，看到这些咖啡豆，再往下移一点，大概是到80帧往下吧。看到那些咖啡豆下来啊，然后我往下，往左，每一个人都自己来调自己实际的时间，因为不同的设置、不同的这个电脑的设置，就会影响。OK， 大概是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位置给锁定，也给它的这个位置也给锁定。OK， 好，然后呢，再到我们再看一次啊，好，它就上去，嘣，然后下来，对不对？这有点快了啊，我把这个再往后挪一点。OK， 再来，嘣，是吧？然后到这儿。OK， 好，然后呢，就慢慢到150帧吧，150帧，我们把它的位置稍微转正了，是吧？哎，转正，往下 ，OK， 然后拉近距离，啊 ，OK， 180帧吧，180帧，重新来，放大。摆右，拉正 ，OK， 缩小一点，再放下面一点 ，OK， 好，然后呢，在这儿我们把它先固定住，好，把这边位置也固定住 ，Insert Keyframes，OK， 然后呢，到250帧，好，我就把它给转过来了。是吧？转过来看，也是在摄像头这里把它的位置给定住，把它放大，最好看到里面去。OK， 然后呢，好，这里呢也可以把它给定住了。然后呢，到这个摄像头里的位置啊，也要鼠标右键Insert Keyframe。为什么我刚才 Rotation 也设呢？就是因为后面这里转了一个圈啊，是吧？好，跟着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里面看了。里面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这灯光是完全不够的，对不对？我们把勾键关掉，按键进侧背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动态。好，
到这里的时候呢，不是到这儿了嘛，是吧？然后它到这里的时候呢，它就出边界了，对吧？出边界，然后都一穿进去了。我们不想让它那样，我们就让它锁住，就让它直接在这儿啊。等一下啊，回到摄像头 ，N 键出侧面栏，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步都要设置的完美无缺。到184帧这里啊，给它定住。OK， 然后呢，我们再转圈，转到这里还是能看见嘛，对吧？哎，对，我前面还没做呢，220这里，看184帧是在这儿，然后呢，我们让它到220帧，你看它都出去了，我们要在这里设一下，让它不要出去。220帧放大，然后呢，用摄像头对着，不能让它出去。OK， 缩小，再放下来。好，在这里这样定一下，看看会怎么样。不行，我们再修。所以真的是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过。OK， 好，我们再试试从这里开始吧。好，这就可以了。好，跟着呢就都到灯光了啊。我们加light area light，OK，area light， 然后呢把这个灯光移上来，移到最上来 ，OK， 然后呢用伸缩工具把它放大。好，给它一个瓦数吧，给它一个5000瓦。好，这就看得见了嘛，对吧？然后这里搞定了以后，或者是说往这边搞调太大了，我们再把它缩小，Shift+D多一个它，把它移到右边。OK，Shift+D多一个它，把它移到右边，这2个了嘛，是吧？2个，让它往下一点，稍微伸缩工具稍微缩小。OK， 伸缩工具缩小，然后再往右一点，可能往斜的照这边。好，然后呢，我们这个第一个 area line 再次去加 D 多一个它，把它往左边移。好，然后呢，伸缩工具缩小。好，把它旋转工具转过来。好，把它照着那个咖啡。OK， 然后呢，下面这里可能这个 area 上面这个 area line 呢有点太亮了，5000瓦是吧？给它一个2000瓦。好，给它一个2000瓦，然后 area 2也是1000瓦。把它转下来，然后第一个 area line 呢也是给它一个1000瓦。我想给它一点暖色调，一点，再往深一感，一点暖色调。这个呢，这个 print 呢颜色呢也要稍微往深里感。OK， 而下面这个 print 呢颜色也是要往深里感，因为这个灯光已经够亮了嘛，对吧？好，跟着呢 area 2 1000瓦，这里也把它变成灰色这种颜色，整个色调都变灰和黑。OK， 好，跟着呢我们就
按键出侧面来把这个勾选关掉，进摄像头里看。好，就是这个样子的。OK， 好，它就在那，然后我们转过来，你看这水还会晃动的。好，就是这个样啊，这卖过哈非广告呢。好，跟着呢，我们就进入，我们先把它存盘，进入这里。OK， 这里有个 Rigable Default， 我们就要把它定下来了。Cache 这里呢，啊，不250帧嘛，我们就要背一次。OK， 背完了以后才能再存盘啊，背完以后我们再看一次。OK， 好，我觉得不错。然后呢，跟着把时间把音乐放进去了，把时间针按这个倒推键变成0帧或者1帧，然后呢，按 timeline， 哦，不是 timeline，把时间针换到 video sequencer， 上 ，OK， 然后呢，把这个音乐给导进去啊，我搞了一个这个 Island Beat， 然后呢，再换回时间针啊，我们看一下。可以看见这个水还是晃动的哈。好，跟着呢，我们把时间针归到0帧1帧，到渲染输出，在 Output Property 这里呢，直接下到 Output， 然后呢，看你的视频啊，你渲染出来的录像放到哪里，放到 Video 下，然后呢，给它起个文件名，咖啡什么的 ，OK， 然后呢就要 Set， 然后在这个 File Format 文件格式换到 Video，Encoding 这里呢 Container 容器我们换到 MPEG4 啊。然后 Audio Code 呢 No Audio 是不行的，我们换到 MP3 啊，因为有音乐。所有东西做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先看看这些打灯的这地方，要把它给打开 ，OK， 该勾选啊 ，OK，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按 Render Animation， 然后这个动态就会在刚才你设置的路径下啊，刚才不有在这个Output Property 这里设置。Output Property 这设置的路径的 Coffee 的名的这个文件名出来了，是吧？就在这里就出来了 ，OK。然后可能快的话，一会儿就完全就搞定了啊！如果喜欢我这个课程的同学，请给我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明天再见，拜拜。